Hello， 大家好。最近呢就有觀眾 inbox 我哋，話想知點解英國嘅曼聯 fans 會咁憎自己個班主格拉沙家族嘅呢？點解一定要有人收購到先至可以趕走到佢哋呢？曼聯股票又買唔買得過？今集呢就想借呢個例子同大家講下收購呢一個財技啦。我哋嘅 channel 投資理通呢個頻道主要會分享翻各種投資理財同埋交易知識嘅，有興趣嘅觀眾不妨訂閱我哋，介紹埋俾朋友，等大家一齊進步啦。事不宜遲，去片。其實按道理，一間曾經20次喺頂級聯賽封王嘅豪門球隊，又有過百年嘅歷史，曼聯個老闆應該都唔差得去邊噶啦。點解曼聯球迷會咁憎個班主嘅呢？呢層當然就係同格拉沙係點樣做到曼聯嘅老闆有關啦。但係細估唔到，竟然同一隻馬有關係。當然呢隻馬並唔係咁簡單啦。同香港一樣，養馬一直都係上流社會嘅聯誼活動嚟，連英女王都有馬代表皇室出賽噶。而時任曼聯傳奇教練呢，人稱費 Sir 嘅費格遜，除咗足球以外賽馬亦都係佢嘅嗜好嚟嘅。咁呢個興趣呢，亦都令到佢同當時曼聯嘅大股東麥尼亞同埋麥馬尼斯呢交情係唔錯嘅。就喺02年嘅時候，佢哋仲口頭答應將直布羅山嘅擁有權呢分一半俾費 Sir 添。但係嚟緊嘅竟然係幸福嘅煩惱啦！估唔到呢隻馬之後一路贏，仲破晒紀錄咁樣，連贏咗7個一級賽冠軍，做埋應屆嘅歐洲馬王啦。咁馬王退役之後呢，佢嘅配種事業先至係大金礦。根據02年11月嘅估計啦，直布羅山從事配種可以為馬主喺未來10年呢帶嚟5000萬英鎊嘅收入。唉，阻人發達就真係老友都冇面俾啊！佢哋就住直布羅山嘅權益呢，一直都傾唔掂數。咁喺03年嘅年底呢，費格遜呢就入稟愛爾蘭嘅法院，向麥尼亞同埋麥馬尼斯申索1億1000萬英鎊。咁為咗還擊費格遜呢，佢哋就增持咗曼聯嘅股份去到30%，想逼宮逼走費格遜嘅，亦都向董事會呢要求調查有關球會嘅財務同埋球員轉會交易嘅資料，同費格遜翻舊賬，揭去黑材料。不過呢，始終打官司都係令人心力交瘁嘅，最終呢，雙方達成咗庭外和解嘅協議。咁費格遜呢就得到250萬英鎊嘅賠償啦。只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喺佢哋爭隻馬爭到火紅火綠嘅時候呢，美國商人格拉沙就乘虛而入啦，不斷喺市場上面呢吸納曼聯嘅股份。咁由於當時嘅曼聯股權呢係比較分散嘅，球員啦或者球迷呢都有曼聯嘅股份，咁俾佢收下。喺04年2月，格拉沙家族持股比例呢就已經去到16.7% 咯。咁其實曼聯董事會呢都有質疑過格拉沙收購嚟做啲咩嘅呢？不過就俾格拉沙話係投資決定而灑走咗啦。其後因為啱啱講嘅嗰單官司影響呢，間接導致嗰2位大股東決定賣晒曼聯嘅股份俾格拉沙。過多排，格拉沙嘅持股比例就已經超過咗90%咯。咁就決定直接將曼聯私有化咗啦。查實啦，正常收購係冇問題嘅，喺商業社會成日都發生噶啦。收購呢亦都比起自己由頭搞起呢簡單得多嘅。不過格拉沙家族收購曼聯其實係靠槓桿收購 （leveraged buyout） 嘅，即係透過同投行借錢嚟收購曼聯。大意呢就同借錢買樓做 mortgage 差唔多啦。大家成日都聽到還得到先好借，但係呢，借完唔使自己還先係最高嘅境界。想知嘅呢，就睇下格拉沙係點做噶啦。格拉沙家族用咗7.9億英鎊嚟收購曼聯，當中有近5億英鎊呢都係透過債務融資借翻嚟嘅，其中一半由球會承擔，另外一半就計入當時佢嘅家族為咗收購曼聯而成立嘅紅色足球 Red Football 名下啦。除咗發行債券，上市呢就係另一個辦法去籌集資金還債啦。但係點解曼聯喺倫敦交易所退市之後，喺2012年要喺美國紐交所上市呢？其實就因為倫敦交易所係唔俾同股不同權嘅。格拉沙家族嘅如意算盤係想上市集資，又想同時保持投票權。咁美國上市呢，就係當時最好嘅選擇啦。睇翻當時曼聯 IPO 嘅文件啦，曼聯係用 A、B 股上市制嘅，流通喺市面嘅只有 A 股，投票權呢就只有 B 股嘅1/10。球迷若然想撐曼聯呢，就只能夠買 A 股啦。而相比起擁有全數 B 股、掌控近99%嘅格拉沙家族呢，
球迷完全對於格拉沙點樣營運曼聯咧係冇 say 嘅。另外啦，喺2012年為咗鼓勵快速成長嘅初創企業去美國上市咧，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亦都簽署咗創業企業融資法案，簡稱 JOBS 法案，原意係協助一啲初創企業可以快速成長啦。但係就令到曼聯咧可以避過咗大部分美國證交會嘅規管，所以格拉沙家族攞咗幾多花紅，有咩重大消息都係合法地唔需要同股東交代噶。其實之前都講過同股不同權嘅缺點嘅，係創辦人或者管理層嘅孤獨集權。若果做得唔好，散戶係完全冇辦法影響佢哋嘅。所以一班心係紅魔嘅曼迷呢，就唯有發動反格拉沙運動，仲聯署寫咗封公開信俾格拉沙家族，以5大管治問題質疑班主家族管治嘅能力嘅，要求佢哋落台，仲表明不落台不解散。咁點解曼迷要 Glazer out 呢？我哋總結就有3個原因嘅。第一，欠債問題，格拉沙家族將先前收購曼聯嘅欠債交落咗曼聯嗰盤數入面，變相自己借嘅錢就要曼聯幫佢哋填數啊。正常一間球會賺嘅錢就梗係用嚟幫球會繼續發展噶啦，翻新主場館啊，課金撐青訓發展等等啦。咁而曼聯呢，就係年年都幫格拉沙還錢俾投行咯，搞到曼聯真係會還到2046都未還晒。第二，球隊經營問題。自從費格遜同埋曼聯嘅前 CEO 大衛基爾退休之後呢，執行副主席活華特嘅上任就令到曼聯呢只係成為一個知名嘅商業品牌，冇當過佢係一支足球隊咁嚟營運。場外嘅贊助固然重要，但係冇好嘅戰績支持，贊助呢就只會越嚟越少。咁可能受到球隊欠債嘅問題影響啦。管理層近年呢亦都冇更新過曼聯嘅設施，例如係曼聯嘅主場啦、奧脱福球場嘅設施，基本上咁多年以嚟咧都冇升級過嘅，甚至可以用日久失修嚟形容啊！好多英超球隊嘅球場都有個大熒幕，而喺曼聯嘅球場呢，就都係未有嘅。咁而近期嘅擴建計劃就已經數到06年啦，重建奧脱福可能有一個講字啦。而球員嘅轉會操作近半嘅收購呢，都係以失敗收場嘅，例如係阿歷斯山齊士啦、舒尼達連啦，同時領隊亦都係換完又換。本來球會買 C 朗翻嚟係希望可以重振旗鼓，點知都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新球季一開就已經連輸2場啦。第三，格拉沙家族呢，從來只係當球隊係做一棵搖錢樹，完全漠視咗球隊嘅發展啊！由05年格拉沙家族入主曼聯到而家，佢哋就已經從曼聯嘅利息、成本、分紅入面榨取咗超過10億嘅英鎊啊！根本就係當曼聯係一部提款機。事實上唔係個個班主都可以好似油王咁樣無限課金咁去支持球隊發展噶嘛。班主靠球會賺錢都無可厚非嘅。其實就算借錢買曼聯，球隊成績唔好都未必有咁大嘅爭議。就算有齊 C 朗同美斯都冇話自己隊波贏硬嘅，反而係格拉沙家族嘅態度先至最大嘅問題。曼聯戰績得過且過，有水 cap 就 cap 嘅心態，所以班曼迷先至要 Glazer out 咯。所以其實就算大家係曼迷，我哋都唔建議大家去買曼聯嘅股票嘅。第一啦，因為同股不同權嘅問題啦，就算你課金買曼聯，都係唔會幫得到曼聯嘅營運嘅，因為就算有錢，都係格拉沙家族話事嘅。第二，從基本面角度，曼聯嘅營收係靠贊助收入、場館收入同埋轉播費3方面嘅，其實都係同球隊嘅戰績成正比嘅。睇翻曼聯2022年 Q3 嘅財報數據啦。雖然因為場館開翻，令到營收上升翻啦，單計營運開支都係搞到曼聯係蝕錢嘅，仲未計曼聯嘅負債，變相少咗錢買球員同埋做青訓啦。球隊缺乏競爭力，又冇強嘅護城河，係好難同一班高成長嘅科技股相提並論嘅。第三，喺技術分析嚟講，曼聯呢隻股票可以話係有波幅冇升幅嘅股票啊。睇翻周線圖啊，曼聯上咗市成10年，長期游走喺20蚊樓下。近日咧仲跌穿埋招價14蚊美金。不過近期 Tesla 嘅 CEO Elon Musk、英國首富拉特克里夫呢啲富豪咧，成日彈出彈入咁樣傳收購曼聯嘅消息，而有人偷步炒起股價。不過最尾咧都只係傳聞嚟嘅。若然曼聯升唔穿14蚊嘅話咧，就好大機會會跌翻落去噶啦，繼續陰跌咁落去啦。同埋佢始終唔係熱門股票啦，交投長期都好低落嘅，比起其他正常嘅科技股嚟講，係好難靠炒賣曼聯嘅股票而獲利嘅。
結論就係格拉沙家族用華爾街式嘅財技去收購曼聯，睇怕都係要有白武士收購曼聯先可以東山再起，重現輝煌噶啦。不過前提就當然係，格拉沙家族肯賣曼聯先得噶。如果大家對其他公司有興趣或者資料上有其他補充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記住喺投資路上你並不孤單。提一提大家，我哋 One Way Investment 嘅第3套 sticker 亦都已經上咗架噶啦，大家快啲 download 嚟用啦。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定期出片噶，然後唔好唔記得幫我 like 咗條片，喺下面留低 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啦。記得撳埋隔籬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影片同埋更新啦。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啦，都可以揾到我哋頻道嘅 IG 同埋 Facebook， 上面會有唔同嘅資訊提供俾大家噶。財報消息、即時新聞消息，仲有彩蛋添，唔想錯過嘅，大家就記得 follow 我哋啦。投資一理通，理財好輕鬆，我哋下次再見，拜拜。